Megabunk 又是一款由一个人制作的现象级独立游戏，开发成本几乎为零，却在发售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爆卖了100多万份。峰值的同时在线人数也达到了11万，这还是他在和消逝的光芒困兽在同一天发售的情况下。说真的啊，这款游戏虽然是环大陆好评，但是你却无法否定它在销量和总体口碑上的成功。Megabunk 这种 roguelike 类吸血鬼生存者的游戏确实很好玩，但是这种类型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很多独立游戏开发者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可能都不会选择这条早已拥挤不堪的赛道。就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它的脱颖而出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通过自媒体营销的神级案例，值得所有人去学习。而且不仅仅是现在正在制作独立游戏的开发者要学，那些动辄宣发上亿的3A 大厂更应该向他学习。现在的3A 大厂不仅在游戏的玩法上不思进取，连宣发都不想动脑筋，只会砸钱。有的时候宣发的成本比制作游戏本身还要贵，而且太多欺骗式的营销屡见不鲜。游戏刚发售的时候，各种铺天盖地的从各种角度告诉你他们家的游戏打破了多少记录，如何如何。等那些枪手的赞美之歌都唱完了，真正的销售成绩才会现出原形。现在游戏涨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低效但是价格不菲的宣发。好的游戏值得更好的宣发，而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可以靠一通砸钱就鸡犬升天的。多少大厂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你们这些大公司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成本增长，凭什么最后由我们消费者来买单呢？这种时候我不禁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还要花70美元去买那些由一群 DEI 觉醒怪人所开发的毫无优化的平庸3A 大作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会逐字详细分析一个 Megabunk 成功宣发的案例干货，以及越来越多这样的独立游戏的出现对现在的3A 大厂和整个行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大家好，欢迎来到九频道，我是老九。Megabunk 之所以能从这么多竞争对手中杀出一条血路，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常常被别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忽略的事情，那就是用运营自媒体的那一套标准来经营这个游戏的社交账号。就比如这一支它播放量最高的视频。Do not release your game next week. Wait, why? 他先是上来一个 Discord 提示音，然后直接抛出一句话，不要在下周放出你的游戏等等。为什么呢？紧接着的这个疑问句快速的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 Okay, so apparently I'm in trouble. My game Megabunk is releasing next week. It's kind of like Vampire Survivors but in 3D. It's some Risk of Rain 2 sprinkled in. 我做的游戏 Megabunk 下周就要发售了，它差不多就是 3D 版的吸血鬼幸存者缝合了宇宙冒险2。你看这里它其实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不过因为之前的问句疑问已经在观众的心中产生了，所以观众会想要一直看下去寻找答案。而这短短的2句话所包含的信息量极大，不仅介绍了游戏的名字，还告诉你这个游戏的玩法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注意看，视频才播放了10秒，而在这10秒钟内，他为了不让观众走神，已经剪辑了多次，且给出了众多的关键信息。紧接着 But here's the problem. I have to delay my game by 2 weeks because Silksong someday announced they launched the same day as me. Okay, fine, but it gets worse. Apparently, I moved my release between Borderlands 4 and Dying Light. But it gets worse. Suddenly, Dying Light moved their date on top of mine. Chat, I'm cooked. 这里他说因为和丝之歌同一天发售，所以推迟了2周。而后又说了一个更糟糕的是，这里的糟糕也是一个勾起观众注意力的地方，让观众更加留意之后的内容。什么内容呢？也就是他新的发售日期被夹在无主之地4和消逝的光芒中间。然后他又说了一个现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了。这个时候观众已经知道了前一个糟糕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被夹在了无主之地和消逝的光芒之间。可当他又说更糟糕了的时候，那观众肯定会好奇，还能有什么比这个还要糟糕呢？所以会继续往下看。消逝的光芒把他们的游戏发售日提前到了跟我同一天了，我好惨。这一段看似是在卖惨，其实已经多次强调了他这个游戏的发售日期，而且是不同时间单位的那种。比如他第一次说因为丝之歌他把游戏延迟了2周，在这里其实就给了你一个大概的时间概念，就是丝之歌发售后的2周。第二次他说他的游戏夹在无主之地和消逝的光芒之间，等于说是把这个大概的时间跨度从2周缩短到了1周，也就是无主之地发售之后不久。最后呢，他又说消逝的光芒跟他的游戏同一天发售，这其实就是把你对他这一部游戏的发售时间跟消逝光芒的发售日期给绑定在一起了。你对他游戏发售时间印象的跨度
从2周变成1周，再从1周精确到了1天。丝之歌的发售绝对会是一个大新闻，但是因为你看过这个视频，你就会想到大概2周之后 Megabunk 就会上线，而且因为你看过视频，所以你也知道它和消逝的光芒是在同一天发售，所以当消逝的光芒发售的时候，你也会想到 Megabunk 也发售了。它在这里很巧妙的把一个看上去很惨的情况转化成人们能够记住它发售日的记忆点。这个时候呢，视频已经播放了将近半分钟，而这28秒里面的信息密度实在是非常的大。它介绍了游戏的名称、玩法，以及3次强调它游戏的发售日期。最关键的是，它这28秒内一直都在下钩，像是为什么我陷入了麻烦，以及2次更糟糕，都是它在引导你一直往后看。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47秒的视频还剩下19秒，已经过去大半。而因为它的各种引导和不让你失去注意力的剪辑，观众的留存率其实已经达标了。紧接着 They have a combined wishes count of like 4 million. I have 80k. So what do we do? If I'm gonna be smart, I'll just delay my launch by a few weeks. But I'm stupid. I'm not delaying anything. This is such a bad idea. Wishes Megabunk on Steam to help me out. 别的大作有400万的愿望单添加，我只有8万，我怎么办？如果我很聪明，我会推迟个几周。这个怎么办在这里其实又是一个引导你往下看的钩子。他接着说道，但是我很蠢，我不会推迟。紧接着放了几段这个游戏玩到激动之处的兴奋场景，最后又强调了一遍，快去 Steam 添加至愿望单。这里他先在前面强调了他和同期发售的3A 大作在愿望单上差距悬殊，但是反而没有选择推迟，而是直接上线，并且还说自己很蠢。这个说自己很蠢的行为在这里其实非常的出人意料，让我有一种他在扮猪吃老虎的感觉。很多观众看到这里就会产生这个独立游戏凭什么的疑问，而好奇心加上他最后让观众赶紧去添加至愿望单的喊话，就会让更多的观众真的跑去 Steam 上搜搜看。只要有人搜，那么肯定就会有一定比例的玩家真的添加到愿望单。我自己作为刚做自媒体不久的新人，在这方面也看过不少视频以学习。以上是我个人对他这条爆火的宣发短视频的一些见解，如果各位观众和我有不一样的观点，欢迎在下方留言。书归正传你可以看到这个制作人像这样的游戏视频在多个社交媒体上的播放量都非常的高，包括他在试玩版放出之后故意挑唆玩家来把他的游戏给玩坏掉，然后再用这些搜集来的 build 做出的新视频。他绝对是一个自媒体的老手，无论是最表面的那些，比如说高对比度的封面和令人产生好奇心的标题，还是点进去之后他所呈现的剪辑手法、内容质量和对于视频节奏的把控，每一个音效、每一个迷音、每一个停顿都把一波又一波的观众牢牢地锁住。视频的质量越高，观众就越不会滑走，且平均观看的时间就越长，而这些数据越好，平台就越会把视频推送给更多的观众。其实有人猜测说他是消失了3年的油管大主播 Danny，因为剪辑的手法和视频的节奏都实在是太像了，而且如果说你把他的 ID VEDINAD 倒过来看，就是 Danny Dev，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并未得到证实。如果不是 Danny 本人，那这个人可就更厉害了。这一波不管是不是冒充，可以说都是给这个游戏增加了一个话题点，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如今这个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神秘感就意味着额外的流量。这一波猛如虎的自媒体操作，让这款游戏在网络上迅速窜红，各大主播都在直播游玩，简直就是病毒式的传播。这款售价仅为10美元的独立游戏，现在的平均在线人数在10万人左右，已经是超越了同期的无主之地4，成为了2025年又一个爆火的单人制作的独立游戏。Later， 我觉得我分析的以上这些技巧对普通人来说可能确实有些门槛，但是对于那些游戏大厂来说，我认为应该并不困难。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学习，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做着宣发。他们呢，确实会在这些长短视频的网站上做宣传，但是都是那种你恨不得马上滑走或者是跳过的广告。即使他们尝试了，也只学到了皮毛。就比如说《使命召唤：黑色行动7》在公布之前所制作的这个工会网站 The Guild，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事情吗？是不是有印象，但是很快就忘了？我相信很多玩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然而这个宣传的费用可着实不低啊！他们在各大城市的广告位上贴满这种谜语人一般的文字描述，然后给你一个二维码，想当然的以为你会去扫码，然后看到他们做的那个游戏剧情里才存在的一个组织的网站。真的都2025年了，谁还在用网站做宣发啊？
你说什么？是微软花了754亿美元收购的动视暴雪？短视频和长视频网站的平台已经如此成熟，这些大公司却放着现成的算法不用。我不相信大厂没有会做长短视频营销的高手，一定又是短视的高管和他们那套固定的老掉牙思维在从中作梗。之前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无主之地4的 CEO Randy 在游戏宣发阶段各种飞，又是来中国又是去日本的，在我看来啊，都是转换率极其低下的低端营销，最后这些天价费用都会被转嫁到我们游戏玩家身上。所以我奉劝有些人啊，真的别再给大厂洗地了。游戏涨价有通胀的原因没错，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这些公司的错误决策导致的乱花钱。而且说到游戏涨价，有人可能会说宣发是一方面，但是开发成本也很高啊。我想说，开发成本高也完全是这些大厂的咎由自取。他们为了拖延玩家的游戏时长，做了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开放世界，在里面填满被称作小游戏的填充物和大量无聊的支线。你看看他们都在宣传什么啊？看看他们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什么角色的眼睛反光多么真实，什么游戏内的小游戏多么好玩，什么游戏中的植物是多么的逼真，角色表情因为动作捕捉是多么的自然，或者是极其臃肿的音效团队。这些东西带来的游戏体验非常有限，但是成本极高。如果游戏本身不好玩，谁会在乎这些有的没的啊？这种做法啊，就像是一部漫威电影把剧情的好坏摆在一边，而更加注重电影里彩蛋的数量，根本就是倒反天罡。而且在如今这个游戏画面普遍很好的时代，玩家们早就审美疲劳了。所以相较之下，游戏的玩法才应该是开发的重中之重。一款好玩的游戏，你几乎只需要小小的 push 一下，就能造成巨大的冲击。另外，现在很多游戏的 hype 都是人工制造的，根本不是因为游戏本身好玩。就比如说《龙腾世纪：影杖守护者》刚发售的那几天，被游戏媒体各种吹，什么 Return to Form 回归初心啊，谁让你回归初心了？啊，游戏不是应该一直进步吗？而且你这根本就是假回归啊！你所谓的回归，只是你宣传的一种话术。最后怎么样呢？没几个月，这个游戏就进了 PS 的会员。又或者是《刺客信条：影》，也是宣发的时候号称什么200万、300万玩家，什么系列最受欢迎的《刺客信条》，反正就是各种角度。直到他们的 CEO 老吉耶莫在股东大会上才承认游戏的销售不及预期，真的是把玩家当傻子。这两个游戏的高预算宣发和惨淡销量的巨大落差，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玩家不傻。我们不会因为你们多投了几个广告就去买你们家的游戏，而能让玩家真正掏钱的从来都只有2个字，那就是好玩。A few moments later， 像 Megabound 这样的作品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多。我敢打赌啊，现在不少大厂的高层肯定都在怀疑继续做3A 游戏的这种买卖真的还值不值得。因为越来越多的成功独立游戏会让他们意识到，一个游戏的成功从来不是靠钱堆出来的。那些动辄几亿美元预算的项目，在玩家的眼里已经不再代表品质，而只会被看作是浪费。玩家想要的永远都很简单，那就是好玩，是那种让人停不下来的系统，是那些能够带来惊喜的机制。而当这种好玩的游戏越来越多，那些空洞的所谓3A 大作反而就会变成笑话。他们做的越大越贵越复杂，离玩家就越远。如果连一个成本几乎为0的 Megabound 都能击穿市场，那就说明问题已经不在制作水平，而在观念本身。那些沉迷于预算、画面、噱头的大厂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实就是真正决定未来的从来就不是看谁的钱多，而是谁能够更懂玩家。Anyways， 欢迎收看第6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 Megabound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